这新闻真的蛮扯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苹果爹。最近很多观众问到我一个关于 iCloud 的新闻，最近闹得还蛮大的，也很多观众传这个链接给我。因为其实我先前在我的影片都有多次提到，我自己有使用 iCloud， 可能备份 iPhone 啊，或是还原的时候，或者是从一只 iPhone 转移到新的 iPhone 的时候，我很多时候都是用 iCloud 来处理这件事情。那这个新闻如果你们还不知道的话，其实很多人应该都知道，就是有一个厨师，他常年来他旅外，然后他把他很多的照片啊、他的食谱这些记录都存在 iCloud 里面。关于这个新闻的连结我会放在下面，大家可以去看看。这个厨师还蛮厉害的，他在世界上很多很有名的餐厅都有工作过，甚至跟很多名厨在一起工作过，所以也因为这样这个新闻受到注意。那就是说他常年来好像4年多吧，存在 iCloud 里面的照片跟一些他的记录啊，一夕之间全部消失，然后没有任何理由。那他之后有找苹果去处理这件事情，那苹果给他的答复就是说，我们看得到你的资料，可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把它救回来。当他进一步找消基会消保官去跟苹果交涉的时候，苹果竟然搬出一个使用者条款的其中一条，反正重点就是苹果对这种事情不用负责，他只是保管你的资料，他不用负责。如果你今天资料突然消失了，跟他们没有关系。我觉得苹果这个态度真的是很扯，因为说真的，你在卖 iCloud 给你客户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跟他这样讲？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沟通清楚的。然后你看这个厨师，他也是常年苹果的使用者，我觉得你这样去对一个客户实在是讲不过去。所以有非常多观众传这个新闻给我，就开始担心 iCloud 或者是任何云端硬碟的安全性，资料存在这边的时候到底安不安全？这边我要分享，其实类似的事情有发生在我身上过，也一样是跟苹果。我当初在美国 ，iCloud 的前身是叫做 Mobile Me， 当初是在 iPhone 3G 的时代，然后苹果 Mobile Me 跟新的 iOS 加了很多资料同步的功能，然后当初一推出之后就出了大问题，很多用户的资料也是消失找不到，或是根本没有办法登入。那当初 Steve Jobs 还活着的时候，他把这件事情看得非常重要，他很快就处理完。那我消失的资料也大部分都有找回来，可是当初那个时代，说真的，云端硬碟还不是那么的普及，很多人也不会真的把他们所有的东西都存在上面。当然，跟现在的时空背景也不太一样。当初发生这种事情的反应不会像现在这么严重。如果现在有一天 iCloud 出问题，或者像上次 Google 出问题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个影响到的人有多么的广大。所以以当年来说，云端硬碟非常贵，然后它储存空间也小，所以我大部分的资料都还是有自己的硬碟在另外做备份，所以这个影响对我而言倒是还好。但云端硬碟出包其实也并不仅止于苹果啦，其实几个礼拜前就是 Google 出了一个大问题嘛，那很多人 Gmail 啊，或是任何 Google 的服务都上不去。这样重点就是说，如果这种问题一再的发生，你是不是应该把云端硬碟当作你唯一备份的地方？我个人来讲的话，我是一定不会这样做的。其实资安界有大概321这个说法啦，就是资料备份至少要有3种，然后要有2种以上的媒介。这边2种以上的媒介指的就是像云端备份啊，或者你自己的硬碟备份，或者是 NAS 的备份。那我自己建议的话是尽量可以的话3个都要有，如果状况允许的话，再放一个 NAS 或是备份的硬碟在异地，就是说你可能备份好再放在别人的家里或是你父母的家里。如果你要方便像我的话，就是放一台 NAS 在我爸妈家，这样我觉得随时备份比较方便。所以呢，在我自己备份来说，就有5个不一样的备份，然后媒介就有3种嘛。云端的话，其实就有 iCloud 跟 Amazon。Google 其实我也有用一点。那我自己家里的话，有外接硬碟在备份，然后有 NAS。那异地备份的话，就有另外一台 NAS。我这种方式可能对一般人而言，觉得有一点超过，好像有点很多装置要买，然后很多东西要记得。那如果你没有办法这样的话，我建议至少是可能云端硬碟搭配 NAS， 或者是可能一个外接硬碟备份，然后再搭配一个 NAS。最好的话可以放在异地的话会更好。所以如果你的2种备份媒介是，比如说外接硬碟跟 NAS 的话，那我觉得这样的好处就是说，这个 NAS 就像是你一个私人的云端硬碟，就是说你今天出外的时候，你都还是可以存取你的重要资料。那像我自己的话，我的 NAS 至少会有2个硬碟做 RAID 1，这种方式就是说我有2颗硬碟，那他们存取的资料是一模一样的。如果今天有1颗硬碟出问题的话，我就只要抽掉这1颗，然后再换1颗进来，这样就好。这样的概念并不是等于就是备份啦，因为备份真正的概念是说你要放在不同的地方，这样比较像是一个资料保护的一个方式。那使用 NAS 如果相对于 iCloud 啊，或是 Google Drive、Amazon 这些好处就是说我一次就买断嘛，比如说我要8个 TB， 我就一次把它买断。那我知道这样的储存量对我而言其实是够用好几年，那我就这样放，我不用每个月一直去缴费。其实我当时要用的时候，我就很单纯的算，iCloud 这样我用几
年下来多少钱，然后如果我用 NAS 加硬碟的话，这样多少钱？那我算算，其实这样好像组一个私人的云端还蛮合算的。但现在看到这种 iCloud 资料搞丢啊，然后苹果又丢包不处理的时候，如果你把这个风险再算进去的话，其实使用 NAS 算是一个更划算又更安全的选择。因为非常现实的一点就是，没有任何第三方的公司会比你自己还在意你自己的资料。这些资料不管是你跟你家人的回忆，或是你一些重要的你公司上自己公司的资料，对这些云端公司来讲，你就只是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用户的其中一个小点而已。就像是这位厨师，他已经做到这个程度，然后他那么多年那么重要的东西放上去，苹果知道是自己的错，然后他竟然还用这种态度去处理。所以我建议大家，如果有什么比较珍贵的东西啊，至少还是在自己多一个备份或是2个备份起来，这样会是比较安全的做法。其实一般的印象就会觉得说，好像组一台 NAS 要加硬碟啊，很多草好像不便宜。可是除非你是比较重度的影音工作者，你有很大量的资料要储存，我觉得一般人来说，就买像我上次用那台2个倍的，我一般要储存家庭的影像档都非常的够用。那台以一般家用来讲算是中高规了，那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选择啦。家用 NAS 来说，其实品牌选择也蛮多的，价格也蛮合理的。那我自己的话是用一个台湾品牌叫做 Synology，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我是 iOS 的使用者嘛，那它的界面啊跟它的 App 都有支援 Mac 还有支援 iOS， 当然如果你用 Windows 跟 Android 就是一定有啦。可是以我自己是苹果使用者来说，那我去他们网站上找资料的时候，比如说怎么做时光机啊，怎么做备份啊，怎么用 iOS App 去备份我的照片，在他们的网站上都有一步步的教学，甚至是影片。这个就不是每个牌子都有做到这样子。像我先前的那支教学影片，就是我在用那个之前从来没有用过 NAS。那从我当初拿到装好，然后在整个上线1个小时不到，我就把所有的东西都设定好，所以基本上我觉得算蛮简单的。那以我自己建议的话，我觉得你要开始的话，应该就是至少买2个倍的，我觉得会比较好，因为我觉得它价格也没有差那么大。我先前那台 DS220 Plus 好像是9000多块，可是其实如果你要在一般家用再低贵一点的话，它有一台 DS220J 吧，它的价格5000块不到，那你再另外加硬碟，你需要的容量可能1万块内就可以解决。当然，如果你是影像工作者啊，或者你已经知道你有很大量的资料要备份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再买另外什么920 Plus 啊，那种可以再扩充的都可以。好，那所以讲回来这个问题，很多人问我就是说对苹果这样处理的看法是什么？必须老实说，我觉得真的是还蛮扯的。我觉得苹果这样对消费者的态度是我自己看来，我觉得我并不太能接受。尤其是我知道，如果今天这件事情发生在美国的话，我相信他们不敢用这种态度去对消费者。那这时候我们就去思考说，为什么我们在这边受到他们这种态度？是因为我们这边的法规啊，还是相对来讲台湾的市场就是这么小，他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对待？我觉得这我们要好好去思考。但话说回来，我现在去骂这个、去吵这个，对我们现阶段而言是没有什么改变。因为说真的，当你今天重要的东西是掌控到别人手上的时候，你就很难去控制这个部分。觉得要安心的话，自己可以掌控的部分就是把自己的资料备份好。那像先前啊 ，Google 给你免费的容量空间啊，然后后来开始缩回来，开始要收钱。所以啊，有的时候免费其实会是最贵的，还是自己花一点小钱，那组一个，不管你要外接硬碟还是这种云端 NAS， 自己把自己的资料照顾好、备份好，这个才是以现在阶段来讲最实际的一个部分。因为其实这个观念就是这样，你现在花这个可能几千块、1万块把这个资料把它存好，总比你交给别人之后，你事后再花这个1万块，这些珍贵资料还是买不回来。相对而言，你会选择哪一个？好啦，那影片的重点就是希望提醒大家，某一方面也不要太信任这些云端硬碟储存的方式，另一方面就是有办法的话，建议大家还是做好自己的备份，不要完全依赖 iCloud 啊、Google 啊、Amazon 这一类或是其他云端硬碟的公司。OK， 那最后如果你对这一类苹果啊、备份啊、NAS 储存这一类的资讯有兴趣的话，在资讯栏的部分我们有个小问卷可以让大家去填，那也请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帮忙填一下咯。OK， 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影片见咯，拜。